东晋时，皇氏族偏居一隅，皇室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权力，国家全在王谢元萧朱张顾陆这8个家族手中。前秦苻坚对东晋是虎视眈眈，想要统一南北，无奈在淝水之战被打败，失去了统一天下的实力。今天我们要说的就是淝水之战。如果喜欢本期视频的话，求观众老爷们点一个小小的赞，这就开始本期视频。说淝水之战就离不开谢玄和他的北府兵。谢玄字右度，他的姐姐是东晋著名才女谢道韫。谢玄从小就表现得和别人不一样。在谢玄成年之后，东晋朝廷听闻他的才气，几次让他入朝为官，他都以各种理由推脱。后来他投身军营，在当时东晋一把手的桓温手下办事，谢玄也在桓温的手下一步步升了上去。后来苻坚侵扰东晋边境，谢安就把侄子给推荐了上去。前秦是五胡16国中最为强大的国家，没有之一。到了苻坚的时候，国力达到鼎盛，按照现在中国地图的话，北边到达了外蒙古，西边到了现在新疆境内，整个中原都在前秦的手中。这样一个辽阔且强盛的国家，在强主苻坚的手里更是所向披靡。但是这次这个年轻人谢玄让这个国家好好的长了长见识。谢玄被召回朝廷后，被封为建武将军、兖州刺史，领广陵相兼江北诸军事。也就是在谢玄镇守广陵的时候，他建立了日后赫赫威名的北府兵。当时的广陵和京口有很多从北方逃难来的流民，谢玄到任广陵后，害怕这些老百姓搞出什么幺蛾子，于是就将其中有打仗能力的收在军中。之后谢玄镇守京口，京口在当时又被人称为北府，这些从流民中招来的士兵就被称为北府兵。刘宋开国皇帝刘裕从军投奔的也是北府兵，不过现在刘裕还没参军。谢玄也不会想到他建立的北府兵日后会成为推翻东晋统治的重要力量。在谢玄首次建立的北府兵也是有很多人才的，比如刘牢之、何谦、诸葛侃、高恒，这些人都是从北方逃难来的。很快这些人的第一次实战就来了。公元378年太元3年，前秦苻坚派兵攻打襄阳，东晋桓冲在襄阳抵抗，前秦对襄阳是堵了一层又一层，连只苍蝇都飞不进去。次年襄阳被攻破之后，苻坚派手下将领彭超攻打彭城。当时的谢玄驻扎在泗口，去救援也是很快的。无奈前秦又和在襄阳时一样，将彭城是围得水泄不通，泗水无法联系到彭城，两方没法做联合行动。谢玄便偷偷地派人去到彭城告知彭城守军，派去的人叫做田弘。田弘本来想偷偷地从水中游过去，但被前秦的哨兵发现了。前秦就用金银财宝收买田弘，让他对彭城的守军说，南边的援军已经被大败了，让彭城守军放弃抵抗。田弘这个人真是聪明啊，先是假装答应，等到彭城城下的时候，他说，南军垂矣，我单行来报，为贼所得，免之。之后田弘被前秦杀死。田弘也是不辱使命，完成了任务。谢玄在这后边就开始了他的部署。他得知前秦的辎重当时都在刘城，于是放出风声说要攻打刘城。前秦将领彭超一听这消息，便火速赶往刘城保护辎重。彭城之围这便解开了。你说你这么简单就解了彭城之围，那田弘岂不是白死了？彭超得知被骗后，便再次骑兵南侵。苻坚担心人马不够，又给彭超从襄阳调来了勾难和毛当，共同包围在三阿的幽州刺史田洛。晋廷急忙调动军队前往救援，但是东晋的有些将领啊，真的是酒囊饭袋，派过去的一个被打败，其他的听闻消息一下子就全跑了。而谢玄一部进攻的对象便是勾难。北府兵中的猛将何谦先是击败了包围田洛的军队，之后又进军白马，大破前秦军队。彭超和勾难听闻这个消息，便领兵逃跑了。谢玄听闻消息，急速追击，在军川和前秦军队展开交战。北府兵个个勇猛非常，将前秦打的是接连败退。战后谢玄被封为冠军将军，加领徐州刺史，还屯广陵，以功封东兴县侯。前秦苻坚听闻战败的消息是十分气愤，但他并没有做什么冲动的事情，选择了继续厉兵秣马，等待下次机会。公元383年太元8年，苻坚亲自带兵驻扎在项城，步兵60万，骑兵20万，先锋部队25万。其实啊，也就30多万军队，
但他号称百万雄师，喊出了头鞭断流的狂妄口号，要用大军的鞭马截断长江天险，举全国之力准备一举消灭东晋。晋孝武帝司马曜便命令谢玄为先锋，谢石为征卢大都督，辅国将军谢岩、西中郎将桓伊等人统领徐州、兖州、青州、晋陵的军队共8万人，加上龙骧将军胡斌的5000水军，分3路抵抗前秦。起初，谢石觉得前秦军队既为凶猛，应该避其锋芒再战，而前秦的尚书朱旭前来劝降谢石，但他却有意无意地告诉谢石，前秦军队十分强大，但是现在兵力分散，一旦前秦的军队集结完毕，东晋必败无疑。谢石恍然大悟，改变了战略，转守为攻，命令手下各部可以自行主动出击。谢玄一听这消息，那感情好。经过几年的训练和实战，北府兵的士卒们都十分骁勇。谢玄先派刘牢之率领5000人突袭洛涧，将敌人的先头部队击溃。北府兵士卒个个是以一当十。刘牢之不负署命地将前秦的梁成、梁云兄弟击败，斩首多达15000人。之后的战争进程便有了成语风声鹤唳。此时只是败了前锋的苻坚心里还想着怎么把东晋打败。同年12月，两军在淝水对战，在双方兵力悬殊的情况下，如果长时间对峙，东晋兵力一定会被消耗殆尽。谢玄选择诱兵之计，引诱苻坚来和他打，于是便派人到前秦的军营说：“你们既然在淝水边上排兵布阵，这是不想和我们速战速决，不如你们后退一些，让我们渡过河去再打。”苻坚一听这消息，便对手下说：“我们的队伍尽管后退，等他们过来再打。”本来是让士兵后退个几步嘛，但是命令发出之后出现了意外，几十万军队一同后退，而且各个部队距离又那么远，命令传到后边就变成了前边的军队被大败了，大家快跑！于是前秦的军队全都乱了，而谢玄要的就是这个效果。见此情况，谢玄等人带领8000精兵渡过淝水，将苻坚的前头部队击败。之后到来的东晋军队是全力出击，彻底击败前秦。苻坚中箭，芙蓉被斩首。前秦士卒听见风声和鹤的叫声，都以为是东晋军队打来了。随着苻坚大军的失败，他统一南北的梦想也彻底破灭。东晋则趁势收回了黄河南部的部分地区。不久之后，主帅谢石在前线去世，谢玄退隐，东晋又转为了防守。孱弱的东晋朝廷虽然没有办法统一南北，但是对前秦的胜利让北方少数民族是不敢轻易南下。而前秦的失败主要还是在苻坚，他太着急了。本来前秦在他统治下还是用武力统一了北方，好好的发展经济，等东晋出几个暴君，或者谢玄、谢石等人都过世再去，就是耐不住性子。秦国统一6国还用了6个君主，等到第7个嬴政才统一6国。不过后来又出来个刘裕，这个16国时期的最强者，前秦要等更长的时间才行。那么大家对淝水之战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留言。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想了解更多记得点个关注，下期视频我们不见不散。